叶晨与萧初然回来的前几日，萧初然每天都在公司忙到很晚，用他的话说，很多项目积压太久，需要加班加点赶工。不过叶晨没有起疑，但他却不知道，萧初然已经在为1个月后做准备。几天之后，马兰和萧长坤带着大包小包返回金陵，两人这次在迪拜玩得十分尽兴，几十万美金也基本花了个七七八八，终于极大地弥补了上次去迪拜的遗憾。萧长坤一回来就重新开始混迹书画协会，马兰则如往常一样整日无所事事。叶晨以为生活恢复了平静，每日只是抽空去一趟香榭丽温泉酒店，帮助伊藤菜子以及其他的舞者提升实力，同时也时常与云如歌以及宋如玉见面，研究如何破解他们体内的剧毒。林婉儿最近回归了校园生活，据她所说，她其实是很喜欢在学校读书的，几百年来游历世界各地的大学，攻读了数不清的专业学位，但自从进入信息时代，生怕暴露信息的她，索性就放弃了读书的念头。可是金陵不一样，金陵是叶晨的地盘，他与叶晨同为破青会的敌人，又同为吴飞燕搜寻的对象，有叶晨与他抱团取暖，他心里也就放松了许多。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安全感，就是因为身在叶晨的城市。当叶晨的生活回归短暂平静的时候，哈米德忽然集中兵力，向周围几个油田发动了攻击。前几天，哈米德按照叶晨的提示，找反对派核心层索要赔偿，提出将最近的油田移交给自己，一切一笔勾销，但不按套路出牌的核心层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核心层觉得，虽然我们之前做事不讲究，直接对你搞暗杀，但这也不是你找我要钱的理由。反对派的每一分钱都是靠石油换来的，而他们的每一滴石油都是靠打仗抢来的。哈米德想从他们这里要油田，那就是抢他们的钱。在他们看来，哈米德这无异于是小贼向大贼要钱，简直就是想屁吃，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而且还明令警告哈米德，如果继续纠缠下去，就直接派兵攻打他的驻地。哈米德最不怕的就是打仗。叶晨给他分析过局面之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战略地位。别看自己的驻地鸟不拉屎，关键自己身在叙利亚的腹地，如果反对派跟自己对着干，自己就是钉在他们心脏上的一颗钉子，是长在他们体内的一颗肿瘤。而且自己这里固若金汤，他们撕破脸之后，打又打不进来，还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防御内部，这会让他们内外交困。所以哈米德也懒得分析这帮人是吓唬自己，还是真想动手，他干脆先下手为强。于是他给叶晨打了个电话，向叶晨汇报了作战计划。他对叶晨说，叶老弟，我把他们5座油田定为目标，打算先敲掉其中一个，然后围住另外4个跟他们谈判，最终争取到离我最近的那一个，你看怎么样？叶晨问他，反对派的兵力目前集中在哪里？哈米德说，眼下的反对派大部分兵力集中在边境以及大马士革。说着，他分析道，毕竟是刚刚抢来不久的江山嘛，他们还没有开始思考如何以合法政府的方式治理国家以及分配军事力量，脑子里想的就是把兵力集中在自己身边，以防止刚抢到的东西被别人抢走。正因为如此，我周围的这些油田没有什么像样的武装力量守卫，充其量也几百个武装分子。叶晨问他，你的队伍现阶段士气怎么样？哈米德笑着说，我的军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养精蓄锐，刻苦训练，再加上老弟你先后给了大量资金来升级军备，他们的战斗力已经完全超出其他反对派士兵了。反对派基本还都是抱着 AK-47 乱突突，真打起来，战损比至少能控制在1比3。叶晨说，要打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别说1比3的战损比，1比10都不能算作及格。你带着你的士兵一定要快速机动，快速部署，快速战斗以及快速撤出，战损比要控制在1比30以上。
哈米德惊呼道：“1:30，这有点难吧？”战损比1:30，也就意味着自己如果死1名士兵，就至少要打死对方30人。这在现代战争中还是很罕见的。但叶晨不这么认为，掌握先发优势本身就已经极大领先对方，再加上士兵状态、武器装备的优势，势必将战损比继续扩大。1:30虽然看起来遥不可及，但也未必不能实现。自己要给哈米德定一个高目标，让他奔着这个目标全力以赴，能不能完成再说。哈米德对叶晨的要求有些忐忑，感觉自己不是什么司令，而是叶晨的一个学生，而叶晨给自己定了一个高不可及的考核目标。于是他赶紧说：“老弟啊，这个1:30确实难了点，我们这里人命不值钱，咱们没必要这么死抠战损比啊。咱努力打赢了就行呗。”叶晨反问他：“当初你打万龙殿的时候，战损比是多少？”哈米德一下来了精神，脱口道：“那回可厉害了，多亏老弟你的指挥，战损比至少也是1比几百。”说完，他自己也有些没底，又解释道：“不过那次不一样，那次咱们是打防御战，有强大的永备攻势做依托，而且还是伏击战。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次不一样，这次没有攻势可以依托了。”叶晨又问他：“打过万龙殿之后，你的士兵士气如何？”哈米德语气激动地脱口道：“那次打完，士气非常强，大家都没想到我们也能打败万龙殿，而且是碾压式的胜利，军心非常团结。”这就是了，叶晨说道：“这次是你们第一次离开驻地打闪击战。如果战损比也能达到一个别人不敢想象的高度，不但能极大的提振士气，还能极大的打击敌人的自信，让敌人对你产生畏惧，这也有助于你后面跟他们谈判。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指挥部署，争取打个漂亮的大胜仗。”明白了。哈米德了解到叶晨的心思，恭敬地说：“还是老弟你想的周全，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叶晨嗯了一声，又说：“另外，他们既然有5个油田，就不要只打1个，至少打3个，而且打最大的3个。要打就打疼他们。如果打完3个还不接受你的条件，那就一口气全打掉。就像我之前说的，掀桌子，大家都别吃了。”好。哈米德感觉雄心壮志就在胸腔，热血也已经沸腾起来，脱口道：“老弟放心，我一定完美实现你的战略部署。”翌日，哈米德组织2000名士兵，对选定的3座油田实施了快速偷袭。在这次的油田偷袭战中，完美实现了叶晨的4块要求，一口气打掉对方3座油田。而这3座油田日产原油将近2万桶，已经占到目前全国年产量的1/5。这一波被直接干废，可谓损失惨重。至于哈米德，除了消耗掉一部分燃油和弹药之外，3场小规模战斗都是单方面的碾压，反对派的防守士兵被击毙70%，俘虏30%，而哈米德的士兵只有3人负轻伤，无人死亡。这次成功的出击极大提振了哈米德军队的士气，大家也终于意识到自己与那些反对派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将来如果面对反对派，一定能势如破竹。而且哈米德也学精了，他不但摧毁了这3座油田，还把这3座油田的核心工人都给绑到了自己的驻地。将来自己拿下油田，投身开采的时候，这些人就能直接为自己服务。反对派核心层为此大怒，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集结重兵围攻哈米德。可是，在战前会议上，大家冷静下来分析之后，发现围攻哈米德也没什么鸟用。第一军师分析道：首先，在我们还没夺下江山的时候，哈米德作为我们的战友，就曾经打过一场漂亮的硬仗。政府军和万龙殿联合起来，对他的驻地发起多轮进攻，最后都以惨败告终。这次他袭击我们掌控的油田，更看出他的士兵战斗力远超我们。其次，现在我们这边的士兵
对哈米德士兵的战斗力十分畏惧。其他驻守在油田的士兵甚至提心吊胆，生怕被哈米德偷袭，军心确实影响很大。再有，咱们武器装备也都以游击装备为主，轻武器占绝大多数，重武器虽然也缴获了一些，但大都是坦克、装甲车、防空导弹和重型火炮。在座稍微懂点军事的人都能看得出，这些重型装备没有适合在山地攻坚的，坦克、装甲车都开不上哈米德的驻地。咱们这些重型车辆可能还没到跟前，就会因为地形而被大大限制移动能力以及作战能力，到时候只能成为哈米德士兵的活靶子。那些重型火炮、榴弹炮虽然能打，但哈米德修建的永备工事不但极其坚固，而且大都在反斜面上，咱们的火炮打过去，那就是给他们挠痒痒。关键，咱们缴获的都是政府军来不及摧毁的重型装备，留给我们的弹药都十分有限。那些榴弹炮弹，打一发就少一发，打完之后，那些火炮就成破铜烂铁了。如果打完这些炮弹，以后万一我们要跟谁打地面阵地战，可就没有趁手的武器了。反观他哈米德那个混蛋，工事修得那么强，山洞挖得那么深，就算咱们把所有弹药都打过去，也就是帮他头顶松松土，根本伤不到他的根基。至于咱们的防空导弹，哈米德的军队除了几架武装直升机之外，也没有什么空中力量，他不出动直升机，那咱们的防空导弹对他来说完全没用。更何况咱们在哈米德内部的奸细早就把哈米德的战略储备情况告诉了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就算我们投入大量兵力把哈米德的驻地完全围死，哈米德也能挺3年。可尴尬的是，哈米德能挺3年，咱们未必能挺得住3年啊。